怕？怕什么怕？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粗鄙女人罢了。谢渊向来对我横眉怒目，没有半分温柔。新婚之夜，更是。当初若不是你把我从澜沧关救回来，他沈兰子又怎能攀龙附凤，当上王妃啊？什么？谢渊竟然认为是苏清河救了他？怪不得谢渊如此厌恶我，原来他根本就不知道，当年是我救了他。可苏清河是怎么知道澜沧关的事情？王爷，沈静求见。谢渊，这个混蛋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哥哥。谢渊，你当真要去苏清河？是又如何？阿慈为你谢战甲煮羹汤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，你为何如此欺他辱他，作践他？沈兰慈妄想得到不属于他的东西，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。如果你执意另娶，那你就签下和离书，从此我们沈家与你王府恩断义绝。当年是沈兰慈仗着你们沈家的权势，舔着脸向皇兄求了赐婚，现在想和离，做梦！不管是多大的委屈，你们兄妹俩都得受着。你听，风吹我的心，模糊了眼睛。你是至今伤我的心灵，却落下泪。宿命的线，谁来剪？时间的缘都太浅，无怨你此生无挂牵。谁是都如愿，怪得谁来剪？留下的遗憾，此时人也难免。我好像在梦里看见。那柄红缨枪是沈兰慈的心爱之物，一直挂在书房，怎么不见了？王爷，边疆传来急报，陛下召你速速回宫。臣弟拜见皇兄。敌军突袭，沈家君主将受伤，边关发来急报求援。皇兄，臣弟愿领兵前往，驰援边疆。不必，你在盛京给我安分的待着。对了，这几日你可曾见过阿慈？又是沈兰慈，为何人人见我都要问她呀？我又不曾亏欠她。她可是你的妻子呀。她也是我此生最憎恶的女人。就算沈兰慈现在死在我面前，我也绝不会有半分动容。混账！你根本不知道她为你付出了多少。皇兄，此话何意？我现在不想看见你，给我滚出去！陆枫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沈静跟皇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沈兰慈，难道真的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要属下去查查吗？这是在做什么？王爷，前面就是东岳山，传说只要一步一跪，叩完9遍万级台阶，便可心想事成。叩完万级台阶，那不是连命都没了？怎会有人去做？小伙子，是真的。之前有一女子曾经在此求心上人平安，走完9遍万级台阶，菩萨便保佑她心想事成了。这根本不是求神，这是以命换命的。如此忠贞的女子，能做他的心上人，
一定很幸福吧？王妃对您不也是一样吗？自从进府后，对您关怀至深，体贴入微。您说喜欢听琴，哪怕练到手指出血，也要苦练琴技。那都是沈兰慈为了讨好我装出来的假象。她那样唯利是图的女人，怎能跟那女子相提并论呢？我的一片痴心，却只换了沈兰慈，这个名字好熟悉呀！不就是当年祈福的那个姑娘吗？我记得她姓沈。沈兰慈，沈兰慈，怎么会是她？扣完9遍万级台阶，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让王妃如此拼命？这，那女子5年前是什么时候来叩头的？我记得是清明之前2天，我跟老伴儿上山祭拜的时候遇见的。王爷，那不是您在西南遭受暗算，险些丧命的时候吗？难道当年救过您的人是王妃？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。是你救了我。是我救了你。荒谬！我能活着，是因为清河当年不顾危险潜入密林救我，跟沈兰慈有什么关系？王爷，西南密林危险重重，苏姑娘一个弱智女子，她能从中救出你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会不会当时另有其他人帮忙？就算是有，也绝不可能是沈兰慈。当初沈兰慈为了攀龙附凤，不惜以沈家几代英魂，逼迫皇兄下旨赐婚。此贪图富贵的卑鄙小人，怎会有侠义心肠救我于水火？我记得当年沈姑娘说，她的丈夫中了瘴气之毒，性命垂危。她虽然救出人，但尚未脱离危险，必须虔诚祈福，求上苍垂怜。老人家，你完全被他骗了。救我的根本不是他，他是冒领别人的功劳。哼！你这个负心汉，辜负了沈姑娘的一片情深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你禽兽不如啊！沈兰慈的一面之词，你凭什么相信他？我亲眼看见沈姑娘身中瘴气之毒，身体多处有蛇虫咬伤。沈家历代驻守边疆，距离西南千里之外，又怎会身中瘴毒？救我的人，难道是？王爷，莫非当年澜沧关一事另有隐情？要不要属下去查查？你这个老头子，年纪大连名字都记错了。当年的姑娘姓盛，不是沈。啊，是我记错了？当然啦，后来我还见过盛姑娘嫁人生子后回来还愿呢。这位贵人，我家老头无意冲撞，还请您恕罪。无妨。我竟然因为一句戏言就怀疑清河，真是该死！5年前沈兰慈与我素不相识，又怎会跨越千里来救我？你的眼里只有苏清河，哪怕旁人解释的如此明白，可是您还是不信。谢月啊谢月，遇见你，就是我最大的悲剧。哼！我明明记得是沈姑娘，你怎么说是盛姑娘呢？一看那人就身份不凡，我们小老百姓哪能跟他对着干？唉，是何人打着我永安王府的招牌，在城门招摇？等一下，沈将军，留步啊！听闻边关告急，我沈家军600退役老兵倾力出战。爹娘，我沈家的家军，他们没有辜负你们。各位父老乡伯，
我知道各位的报国之心，但我沈家军还不至如此地步。这些人年纪大了，又身体伤残，一旦上了战场，就是去送死。将军，虽然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打了，可是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，就不能让贼子踏入楚国的土地，欺负我们黎民百姓。我知道，那都是我沈家军的热血好汉。我沈明修答应你，哪怕拼上我这条性命，也要护住我楚国的大好山河。方才说他叫什么？回王爷，这是陛下钦点的援军大将沈明修。他是沈明修，那战场上的是谁？洪银枪是沈兰慈的心爱之物，一直挂在书房，怎么不见了？混账！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你付出了多少。沈明修在此，沈兰慈最爱的洪银枪也不在，难道？说，边疆请求援军的人是谁？快说，主将是谁？是沈兰慈。啊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居然真的是沈兰慈，难怪沈家无故上门闹事，难怪我皇兄说我不知道沈兰慈为我付出了多少，他竟然真的敢上战场。王爷，你息怒，当初陛下钦点您带领沈家军上战场，偏偏您又旧伤复发。王妃这么做也是为了您，为了大楚的江山社稷。只要他逞能，大楚泱泱大国，就没有人能带兵打仗吗？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她一个女人，唯一求救的是沈兰慈，她性子倔强，不到生死关头是不可能回京求援。王爷，刘峰，晋国密告皇兄，本王请旨支援边军，请他速派精兵。啊，王爷，你三思啊！身为藩王，没有旨意擅自出京，形同谋反啊！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沈兰慈那个蠢货，他根本不知道边境有多危险，我要带他回来。原来你知道我命悬一线，也是会紧张我的吗？王爷，奴才一定不会让您背负谋反的骂名。滚！今天就算打死奴才，奴才也不让你。这是军中报丧的信号，谁出事了？报丧？不是他，不会的。这，吁！说，这是谁的丧旗？是镇北侯府沈将军，万箭穿心。镇北侯府，除了沈清，就只有沈兰慈了。沈兰慈，死了。王爷，王爷，你胡说八道！他明明活得好好的，你这扰乱军心，你该当何罪？王爷恕罪，奴才句句属实。沈将军带着一众将士和江国黄甲军决一死战，不幸被敌将射中。万箭穿心，不治而亡。啊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你节哀啊！若是王妃真的在天有灵，也不愿意看到您这样的。是什么在天之灵？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他不准死！都是你们，是你们害死了他！为什么要让他去？为什么？不要我呀！那是你们，是你们！王爷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为什么要让他去？心远，为什么我每每要放弃的时候，你总是给我希望，让我以为
你也是有在乎我，有那么一点点爱我的。大楚一直靠着沈家军守护边疆，才有现在的万世太平。如今沈家一个腿废了，一个战死，他今后谁还统领沈家军呀？没有了沈家军，那边疆是不是就保不住了？我们该不会成为强国的阶下囚吧？沈将军死了，我们可怎么办？是啊，这不行，沈家军是百姓的主心骨，如今边疆尚未稳定，不能再让百姓出现骚动。都是白费。王爷，放开我！阿紫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末将沈杰，字敏修，如今在边疆主持3军的大将，乃是末将的堂兄，字明修，乃同音不同字，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末将兄弟2人的小字常被人搞混，王爷不清楚也正常。几个脑袋敢骗本王！刚刚说的明明是镇北侯府。我们与镇北侯虽是堂兄弟，但祖上并未分家，所以也算镇北侯府的人。最后一遍，到底是谁？末将说的都是实话。更何况阿紫在哪？王爷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是啊，王爷，若是王妃真的出事了，陛下怎么不会召你进宫？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没错，800里加急，肯定比军中传信兵快。皇上不可能不告诉我。既然误会已出，边疆军情紧要，耽误不得。末将先行告退。施主，开！等本王砍了你们的狗头！阿弥陀佛，佛门净地，施主妄动杀念，可是对佛祖的不敬啊！大师，本王并非对佛祖不敬，本王来此接王妃回府，贵司却层层阻拦，这是何意？本司受王妃所托，帮助王妃清修礼佛，时辰未到，任何人不得相近，否则冲撞了佛祖，哪怕是王爷也担不起罪责。本王与王妃夫妇一体，连我也不能相见吗？时辰一到，王妃自然会出来和王爷相见，王爷何必急于一时呢？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：沈兰子当真在？阿弥陀佛，当日王妃进寺，众人接见，难道王爷看见王妃出去了吗？好，2日之后是本王大婚，沈兰子务必回府。若届时贵司再有托辞，休怪本王不讲情面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王爷，咱真就这么走了？不亲眼看看王妃吗？沈兰子爱我至深，又极度诚信，本王与清河大婚，她不可能忍住，届时自会乖乖出现。王爷英明，原来他一早就知道我对他用情至深，却弃如敝帚。这份情终究是错付了。王爷，沈兰子回来了吗？据探子来报，镇国寺周围无一人下山。看清楚了吗？沈兰子得知我要跟苏清河大婚，怎会没有动作？谢云啊，谢云，如今你是娶是休，我都不会再有半分动摇。是奴才失职，奴才这就加派人手，马上去查。来了，王爷，来了！我就知道沈兰子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你去告诉他，只要他肯认错，本王可以。王爷，王妃没有回来啊。那你说谁来了？回王爷，是苏姑娘，哦不，是侧妃娘娘来了。清河想着王爷筹备婚事，身体劳累，特意做这连夜羹，最能解乏。
清河辛苦了，味道确实不错。王爷，我们家姑娘自小学习厨艺，做出来的饭菜呀，可是天下一绝呢。你这丫头就是嘴快，哪有这么好？只是王爷不嫌弃罢了。想当初我生病的时候，你连熬粥都是家生的。你自幼学习厨艺，那为何当日说不会做饭？只是当时清河记挂王爷伤势，心烦意乱，所以才没有做好，而且又怕王爷取笑，所以才撒了谎。是这样吗？清河，我受伤当时遗失了一块玉佩，你可曾捡到？没有。当真没有？你再好好想想。王爷今日这般，是在怀疑清河吗？觉得当日之事是清河胡编乱造，蒙骗了王爷。若是如此，清河走便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随口一提，表心里去。不是因为喜欢你才娶你的，我只喜欢你。仙缘，若有来生，我永远也不会想见到你。这几日感觉胸口越来越难受，我是不是快魂飞魄散了？本王大喜的日子，谁人敢放哀乐？将士们，我们回家了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敢在本王大喜之日撒纸钱，定是沈兰子搞的鬼。王爷，我们要不要暂停？王给过沈兰子机会，可是却用这种方式威胁我，本王岂能受他摆布？吩咐下去，队伍继续向前。是。见过皇兄。来人，将他这身衣服扒了。皇兄，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这是何意啊？带走！皇兄，我可是亲王，小小一个沈氏的旁支将军，怎配让我扶丧？皇兄，皇兄，你不是在边境支援沈家军吗？怎会如此快回来？启禀陛下，沈家军此次金敌5万，斩首敌方大将拓跋彦，10年内敌军不敢来犯。封主将沈兰思斩首敌方拓跋彦后，身中数箭不治而亡。爱卿不必如此，快行起。我沈家军众将士不负皇恩，不负百姓，加妹战至最后一刻，无愧于天下。他此英勇善战，为国为民，朕和这天下的百姓不会忘记他。这是你亲妹妹，你怎能当众咒她死？你还是人吗？欺君！灭九族的大罪，如今我孑然一身，已经没有九族给你有恩。你胡说！沈兰子没有死，他就在镇国寺祈福，串通一气，一气也行。我现在抓他回来，
戳破你们的阴谋！景渊，他已经走了，你还要毁了他的光果吗？为了阻止我娶清河的阴谋，就是不可能死！我不信！来人，将永安王拿下！是。活的时候你不好好对他，死了还不放过他，和你拼了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节哀啊！莫非说是真的在天有灵，也不愿看到你这样。我不信，他不是沈兰子，让远岸桃花盛开到心慌。离阿紫远一点！阿紫生前你就欺辱他，如今他不在了，你还要折腾他的尸体，你还是人吗？阿紫是为了楚国献身，是为了万千百姓而死，是我们楚国的英雄。谁要是想亵渎他的尸体，先问问我们沈家军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不答应！不答应！沈清，诸位将士，单此为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朕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他的英灵。来人，关王拿下，囚禁于王府，随生之不得外出。沈兰子不可能死，都是骗子，都是骗子，都是骗子！骗我！给朕拿下他！回头看，不曾走远，一一目光，此生不换，要分散不习惯，怎么算都太难，分开之后又勇敢。越是爱是在，将白布掀开，把尸体抬出来，让他看。大哥，不可呀！阿紫死的已经很惨了，现在再移动他的尸体，让他的在天之灵如何安息啊？是啊，将军，不能动他！抬出来！沈清，你不必理会谢渊这个混账。朕这就派人将他送回王府。阿紫生前最痛心的就是谢渊的不信任，如今他已经走了，我不能让他背负一个骗子的名声，让他在地下也不安生。堂妹，得罪了。让我稀释却一直寻寻觅觅的是你的有意识。别睡了，别想睡。
醒过来。是冷的。沈兰子，你给我醒醒！沈兰子，沈兰子！够了！有阿紫的一阵死，你就让他安息？不可能！阿紫，阿紫。阿紫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死，你怎么会死呢？阿紫，阿紫，沈兰子，你把眼睛睁开，你不是答应我了？我说什么你都能办到。这饰演的是你，进高堂，结发盟誓，阿紫满心欢喜的嫁过去，而你是怎么对待她的？膝盖的头发蒙骗她，不让她习武，强迫她学琴棋书画，在她身上找苏清河的样子。说什么神情？你怎么知道头发的事？你以为阿紫什么都不知道？其实阿紫什么都知道，只可惜他被迷了心智，宁可自欺欺人，也不愿意相信你根本不爱他。沈兰子，陛下，蛇妹与永安王夫妻缘浅，情谊难在，还请陛下下旨，让永安王与陈妹和离，葬入我沈家祖坟。这个自然不行。他只能跟我在一起，你不配！陛下，沈家世代为楚国镇守边疆，如今父母双亡，我又废了双腿，只剩阿紫一个亲人，还请陛下恩准。求陛下恩准！皇兄，不可呀，皇兄！朕准了。不，来人，是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沈兰子！谢渊，你这是要抗旨吗？沈兰子是我的妻子，她只能待在我的身边。谢渊，这个畜生！生前就百般折磨他，如今他已经死了，你还要折腾他的尸体，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死就是死，你死在我的身边。杀下永安王！住手！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遍遗忘，一遍心疼，如我倔强，这是种伤。我颠簸云朵。最怕银河耗尽余生，是否能重生？一太太的山河中分，羽化星辰。
我这是在哪儿啊？王爷，您右肩有伤，又肝气郁结，怒火攻心，现在血脉不通，需要静养，千万不能乱动啊！你说什么？活着的时候不争气，现如今他已经走了，你又做出这般模样，你说说你，真是。阿紫，我说，我现在就去找阿紫。呵，既然又发什么疯了？好像沈兰子已经在镇国寺被沈家军欺负3月，如今大军已经凯旋，是时候接上阿紫回来了。阿紫已经为国捐躯了。太医，快！休要胡说！沈兰子就在镇国寺，我现在就去接他回来。今日沈兰子已经出殡了。有脸来！这里不欢迎你，滚出去！永安王，您与舍妹已和离，你不是沈家人，请立刻离开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我只是想见沈兰子最后一面。阿紫在战场上为你们谢家卖命，你却在他灵柩回来之日，以正妃之礼迎娶苏清河，现在又来装什么夫妻情深？沈兰子为国捐躯，本王来此是为了社稷。我喜欢的只有清河，只有他。你竟如此厌恶阿紫，何必执着于送他最后一程？如今他不在了，没有人阻止你与苏清河双宿双飞，你不应该欢欣鼓舞吗？谢渊，你就是个懦夫，你连喜欢阿紫都不敢承认。不，我没有。我喜欢的只有清河，只有他。你不喜欢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来送他？你不喜欢他，为什么对他的死那么伤心？你不喜欢他，为什么中断婚礼，不继续跟苏清河拜堂呢？本王说了，我是为了社稷。沈兰子虚伪自私，你说本王喜欢他，是对本王的侮辱。若阿紫真的虚伪自私，当初就任由你死在澜沧关。乾隆玉佩，乾隆玉佩。澜沧关一战被我遗失在西南密林，怎会在此？若不是镇国寺住持归还阿紫的遗物，我竟也不知。阿紫5年前违抗军令，潜入西南密林，救的人竟然是你！你胡说！当年救我的人是清河。西南密林危机四伏，遍布瘴气与野兽。苏清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怎么可能救你脱困？清河带的贴身护卫，为了救我，悉数死在瘴气林中。笑话，瘴气林危机四伏，训练有素的将士都不敢随意出入，更何况是普通的侍卫。你分明记得当日我醒来看到的是清河，绝对没错。沈静，仗着你沈家权势滔天，连救命之恩都要冒领，欺负清河一个弱女子，如此卑鄙行径，实在是犹如你们沈家的清誉啊！我看你分明是被苏清河的迷魂汤给灌晕了。沈兰慈的确为国有功，但也无法抹杀他仗势欺人、夺人所爱的卑鄙行径。谢渊，
子为了你受此豁出性命，你却在他灵前一再侮辱他的人格，你还是人吗？说到底，不还是想领功吗？毕竟夫妻一场，本王自会上报皇兄，为他请封。你宁愿相信苏清河一个冒领功劳的假货，也不愿相信阿慈，你根本不配他的深情。沈静，在皇兄的份上对你一再忍让。清河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再敢羞辱他，王爹叫你生不如死！好一个救命恩人！那王爷可否认识这件护甲？这是我的贴身护甲，当日送给救我的女子。玉佩，护甲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难道还不肯承认吗？是沈兰慈救的我。不可能！如果真的是他为何不说？这些年，他每次出现，你便像躲瘟疫一般躲他，从未认真听他说过一句话。你让他如何说？当年阿慈领完军棍，拖着伤体进到了东岳山，说是要为他心爱之人祈福，足足跪了9万遍台阶，伤上加伤，几次差点活不过来。可等他养好伤，满心欢喜的回京找你，却看到你与苏清河浓情蜜意，血缘，今日该躺在这里面的人是你才对。莹莹，慎言。阿慈为了你这种人活出性命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的爱。我才是该死的人。王爷，您终于醒了。沈家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仗着军功，连王爷都敢欺辱。幸亏沈兰慈死，否则他连陛下都不放在眼里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你顶替沈兰慈，冒充我的救命恩人？王爷，当年清河在床边衣不解带照顾你2个多月，您是亲眼所见，这怎么能冒充呢？那是我从西南密林回来之后。之前呢，是阿慈救的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明明是我牺牲10几位下仆的性命，又为你背上5年的骂名，如今沈兰慈仗着军功，连这种事情也要颠倒黑白，他就不怕下18层地狱永不超生吗？颠倒黑白，下地狱的是你！沈兰慈是我的苦，我定叫你千百倍偿还，否则如何对得起你如此良苦用心呢？要去东岳山，每日爬9万遍台阶，要是爬不完，赏他50军棍。王爷饶命啊！王子，沈兰慈已死，楚国军中没有可用大将，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，反而要千里迢迢来和谈呢？云麓山一战，羌国损失惨重，短时间内无力再战。此次和谈，趁此机会休养生息，还能再图来日。王子英明，当日莫非王子一箭射中沈兰慈胸口，替羌国解决了心腹大患，哪有如今我们的大好日子呀？只可惜本王当初手下留情，只射中了他一箭，若是将他活捉，定将他大卸8块，给死去的羌族战士报仇雪恨。不配！
你是什么人？你进这干什么？取你狗命！阿紫，你的仇我替你报了。王爷，大少爷吩咐过，不许你靠近小姐墓地，还请你回去。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替你们小姐报仇的。报仇？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不好了！大少爷，不好了！永安王去了小姐的墓地前，还带了匕首。什么？谢渊欺人太甚！阿紫已死，他竟还不肯罢休！立即进宫面圣。是。大少爷，你总算来了！永安王跪在小姐墓前，说一句便刺自己一刀，奴才怎么都劝不住啊！阿紫，万箭穿心，一定很痛吧？你别怕，我现在就来陪你。住手！御林军快拦住他！谢渊，如若你真对阿紫心怀愧疚，那就请你不要打扰她的清静。大哥，连给阿紫赎罪的机会都不能给我。你这不是赎罪，你这是想害阿紫。我没有。陛下最喜欢的胞弟为沈氏女殉葬，这要传出去，让天下人如何看待阿紫？他用生命换来的荣耀，全部都会毁于一旦。我愿用命来偿还阿紫的无悔。是。来人，将永安王带走。等等，让我再看阿紫一眼。阿紫，我错了。是这样。公主醒了，太医，公主醒了。当日我本以为自己魂飞魄散，想不到上天垂怜，竟让我重生到南岳的小公主身上，就连容貌都与我一模一样，实在太过惊奇。公主，您身子才刚刚恢复，万不可受风着凉了，您还是将斗篷披上吧。兰香，你一直都伺候我吗？是，王后生年时是难产血崩，她去世后，陛下便指派奴婢等人贴身照顾您。半年前您莫名昏迷不醒，多少名医良药都束手无策，可把王上和太子急坏了。半年前，正是我上战场的时候，莫非我跟着小公主真有什么命运牵绊？后来皇上以佛门至宝千年舍利为赏，请来了灵隐寺的神僧为您祈福诵经9981天，这才让您魂魄归位，而且呀，连神智都恢复了。你们公主以前，我是说，我以前脑子不清楚。公主生来心智不全，性格单纯，为此皇上和太子恨不得将您捧在手心，唯恐您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南越乃九州最富饶的国家，南越王的掌上明珠当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上天让我重生在此，是为了能给我前世所公主，您想起什么了？南越与楚国相隔甚远，从无交集。既然上天给我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不妨以男子的身份好好活下去。我什么都没有想起来。没关系，只要公主好生调养，假以时日，一定会全都想起来的。过去的始终是过去，没有必要再想起什么。
那今日便算是我的重生之日，是该好好庆贺。既是庆贺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南子姐姐，你还记得灵儿吗？公主，这是当朝大将军的幼女，也是您的伴读上官灵小姐。灵儿妹妹，那正好，你和我们一起庆祝。好。南子姐姐，听说楚国皇室派来使者要来咱们南越呢。我们与楚国从无交情，怎么突然会来使者啊？听说是来找南农王爷求药的。公主，南农王爷是陛下的弟弟，您的亲叔叔，也是享誉九州的医圣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应该是楚国有皇室重病，这才不远千里前来求药。我听哥哥说，好像是楚国的皇帝的弟弟永安王。公主别动，小心伤着手，奴婢来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手滑了。谢渊身体一向很好，怎么会突然病重，不惜到南越求药？难道我死后发生了什么事？灵儿，你知道永安王生了什么重病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哥哥说这是朝廷机密，不过姐姐要想知道，可以去直接问陛下。啊，那倒不用了，我随便问问他。如今谢渊有苏清河陪伴在侧，心愿得偿，他的生死早与我无关。见过父王。王叔。父王的心肝，这身体才刚好，哪用行这么大的礼啊？来，到这儿坐下。身体怎么样啊？父王，你不用担心，儿臣的身体啊已无大碍。你可是王兄的宝贝啊！你若是再不醒来，我瞧王兄可活不下去了呀。那是自然，楠楠可是我的掌上明珠，如今已苏醒，心智已开，得叫天下所有人都好好瞧瞧，我看谁敢怠慢我的女儿。没错，今夜晚宴，王兄便携楠楠一起，让他们一睹我南越公主的风采。父王，我也可以去吗？你是父王最宠爱的小公主，想去哪儿都行。楠楠，先前王兄不让你出门，是担心你身体没养好，怕有冲撞。我自小跟着哥哥在战场长大，从未真切感受过父母的宠爱。如今有南越王这般爱女如命的父亲，大约也是上苍的补偿。行，那父王带我一起去。好，本王要叫天下所有人都好好瞧瞧我南越国的明珠是如何璀璨耀眼。皇叔是药圣，若是能带他去楚国，治好大哥的腿伤就好了。可是我该用什么理由带他回去呢？我听说公主昏迷清醒后，身体越来越好了，连头脑都清醒了，现如今和常人一般无二。真的，早就听闻公主容貌冠绝天下，今日若能一睹芳容，真乃是幸事啊！是。王爷，太医叮嘱了，您的身体亏损严重，不宜过多饮酒。清醒太过痛苦，不如醉了，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长慈公主驾到！谁能共温流年不去回？阿慈，是你吗？阿慈，谢渊，怎么会是他？灵儿不是说他病重了吗？为何会出现在此？
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狠心，不会让我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你。谢云的是在哭吗？堂堂永安王，竟然为了一个不爱的下堂妻而夺义，这一定是我的错觉。您认错人了，本宫乃是南慈公主。我是谢渊啊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你的夫君啊！你看看他是啊！我对你所有的情爱，在我死后那几日被搓磨的一分都不剩。原来是楚国的永安王，但是您确实找错人了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这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带你走。走！永安王，你当众调戏我儿，是何用意？南越王恕罪，南慈公主与永安王妃容貌极为相似。日前王妃为国殉身，王爷思念亡妻，这才认错人，还请您见谅。原来是这样，永安王，这位是孤在世上最珍贵的宝贝南越南慈公主，并非是你的王妃。你当真不是阿紫？永安王，王妃若是地下有知，知道你将唐的女子认错成她，怕是要生气。方才见公主风采万丈，一时冲动，冒犯了公主，还望南越王公主恕罪。永安王入座吧。可我亲眼看到阿紫的尸体，她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变成南越的公主啊！立刻去调查南慈公主，事无巨细，全部告诉我。是。父王，昨日灵儿跟我说，楚国永安王病重，可是昨天晚宴上，我看永安王挺好的呀。灵儿那丫头传话向来不靠谱，生病的是楚国皇帝谢玄，永安王啊是为了王兄求药。南越素来不参加九州战争，若非当真无药可医，谢渊也不会千里迢迢来此。王叔，你会去楚国吗？我只负责治病救人，至于怎么救，拿什么条件救，那是你们的事儿啊。谢玄是个不错的皇帝，人是一定要救的，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可得好好谈谈。不错，这次的病人非比寻常，稍有差池，就是涉及到两国利益纷争的大事，得慎之又慎呐。王叔，如果你决定去楚国的话，可否带我一起啊？好啊！妹妹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？我的乖女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自从我出生起，我从未离开过南越，我就想跟着王叔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们的小楠楠终于是长大了啊！可是你从未离开过父王一日啊，这让父王怎么放心呢？是啊，妹妹，你若是想游览山水，咱们南越也是有很多好地方的嘛。九州大陆地大物博，可是我的见识却只有南越。哎呀，我真的实在想出去看看嘛。既然如此，明天我就传位太子，亲自陪你游览九州。不行，父皇年富力强，怎能退位？还是由儿臣亲自陪妹妹去游览。不，还是我去。我去。我去。哎呀，胡闹！
你们2个谁都不许去。小楠楠就跟着我。南慈公主年方18，长相相似，名字也如此相似。难道这世间真有如此巧合之事？王爷，据属下所知，南慈公主深受南越王与太子宠爱，10几年来从未离开过皇宫半步，所以她不可能是王妃。难道真是本王想错了？另外，南越王宫传来消息，他们同意要圣前往楚国医治。如今还是救治皇兄要紧，你速去回话，请他们立刻动身前往楚国。属下这就去办。阿慈，我很快就来找你。药圣前辈，我们一切轻装简行，有什么需要，您随时同我说。王爷客气，一切以救人为先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家中小儿，想随我去楚国游历历练，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无妨。他真的不是我的阿慈。药圣前辈，公主若是撑不住，同本王说，本王可以让队伍慢一些。楚国皇帝危在旦夕，永安王却让队伍走得慢些，不知道是心大，还是觉得楚王病情不重要。公主只是游历山水，可随后赶到。多谢永安王好意，家里人不放心，楠楠不能离开我的身边，队伍照常行走。王爷总是咳嗽，不如让我给你把一脉吧。好毛病了，多谢前辈关心。这个永安王似乎满足到王妃了，真的对我弃之敝履，死后又在外人面前假装深情，真是可笑。曾经我带兵出征，离开城楼那日，是多么意气风发，如今却只能以外邦人的身份。不必了。公主容貌跟我妻子一般无二，若是招摇过市，怕是会引发骚乱，还是带上丝巾吧。哦，永安王妃这般受人爱戴？王妃英勇善战，陛下亲封萧兰侯，乃是楚国第一位女侯爷，自然深受百姓敬重。萧兰侯，我死后，谢玄竟给了沈家如此的人。王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，陛下又吐血了。金杯，劳烦你，放心。请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公主。叔叔放心吧，我会很乖的，快去吧。好。公主，若是饿了，可以先吃些点心。等南前辈出来，本王即刻安排用膳。自王妃去世后，王爷总是阴晴不定，能得她笑脸的人，也只有南慈公主了。前辈，如何了？陛下是中毒。1月前，皇兄被北疆刺客刺伤，事后发现刀刃抹了断魂草，他已给服用了月莲子，才保住性命。
可体内毒素始终无法清除。玉莲子只可续命3月，可解毒的药材极为难选，剩下2个月怕是不够啊。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？我有一套独门金针，可为楚王续命半年，但半年之内必须找齐所有药材才能治好。我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找，还请前辈赐方。你为何如此紧张啊？你为何如此紧张啊？永安王与楚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紧张乃是人之常情。楠楠与楚王从未见过，为何如此担心呢？我生于楚国，长于楚国，谢渊虽然混蛋，但谢玄还是一个爱民如子的皇帝，我自然不希望他英年早逝。哎呀，叔叔，我这不是担心你，要是治不好楚王，你那医圣名号不保吗？哼，是吗？人家为你着想，你竟然不领情，不理你。哎呀，好啊，是王叔错了，王叔给你赔不是，别生气好不好？前辈、公主，两位入住的宫殿已经安排好了，本王带你们前去。皇宫里规矩太多，我不住这儿。那既然如此，劳烦二位随本王回王府吧。我不去永安王府。本王在京郊有一处别院，若二位不嫌弃，可以暂作休憩。叔叔，那就有劳王爷了，请。请。快停下！楠楠，你怎么了？这是镇北王府。没错，公主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我记得楚国只有一个王爷。这是我朝镇北大将军沈静的府邸，陛下亲封的镇北王府，乃是楚国唯一一个异姓王。哥哥成了王爷，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，真好。公主跟镇北王很熟吗？从未听过。这里虽然是别院，但是亭台楼阁比之永安王府也是丝毫不差，奴仆也是一应俱全。王爷费心了，我休息2日，便进宫为陛下施针。有劳前辈了。公主，你初到京城，可要出去逛逛？多谢王爷，我累了，不必，不送了。慢走啊！哎呀，小楠楠，你对旁人都和蔼可亲，为什么一看见永安王就横眉怒目？你不喜欢他？不喜欢。可真是个古怪的小丫头。罢了，舟车劳顿，我先去睡一觉。隔壁便是铃兰院，每每我在镇国寺祈福，总是住在那。如今那院子怕是早就成了荒原。萧兰侯莫说在我楚国，就算在整个九州都是排得上号的奇女子。萧兰侯去世后，永安王几乎自尽于陵前。京城的人还真是什么都敢说，这种鬼话都说得出来。在朝堂上的舌战群儒，让边境百姓战时为兵，闲时为农，九州诸国皆闻其名啊！不要！李烨，你放开他！沈兰慈，公子，你认错人了。李烨，他不是沈兰慈。永安王果然是用情至深，居然如此费力的找到一个跟萧兰侯如此相似的替身。休要胡说！这件事情，我日后给你解释。
谢渊与林烨从小一起长大，情谊深厚，为何现在看起来两个人像是闹翻了？不过这些跟我也没关系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陪你一块儿去。我亲眼看到蓝子下葬，他既然不是，那又会是谁？上天让我重新遇见一个和蓝子一模一样的人，是否要我弥补以前的遗憾？永安王身体这么差，真的不需要王叔看看吗？公主，这是在关心我吗？王爷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吧？你就不想问问刚刚那个人是谁？你就不想问问刚刚那个人是谁吗？大约又是萧兰侯的某位故人吧。京城这么大，也不过如此嘛，无趣的很。受伤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身上有很重的血腥味，你何时受的伤？蓝子公主自小被教养在皇宫，为什么会对血腥气有如此敏锐的感知力？谢渊陪我们回别院时还好好的，如今不过一个时辰，谁能伤得了他？他为何又带着伤陪我在京城闲逛？多谢王爷陪了我一天，咱们回去吧。这么晚了，城门要关了。王爷要是再不回去，怕是回不了王府了。谁告诉公主我住在王府？公主千金之躯，我住在这儿，更方便保护你。你不能住在这儿。谢渊，我以为你会杀了我。你别怕，别跟其他人说，我不怪你。王爷，快保护王爷公主！是。谢渊，快去请王叔！万幸，凶器偏离心脏半寸，否则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。只差那么一点，我亲手杀了谢渊。怎么你们楚国的王爷这么难当啊？怎么他身上这么多伤啊？哎，你干嘛呢你？你黄花大闺女怎么能看陌生男子的身体呢？哎呀，那就辛苦王叔了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真不省心。谢渊，你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？为什么要保护我？谢渊怎么样了？小楠楠，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呀？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呀？我们不是住在人家的别院吗？关心下主人，能有什么关系啊？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，用不了半个月就能活蹦乱跳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谢月胸口的那一刀是不是你刺的？果然，看那伤口的形状，我就知道是你父王留给你的那把匕首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想杀我，所以我才……其实我应该知道的，只是比起刺客，我更不愿意相信谢渊，毕竟他曾给我带来太多的伤害。不行，你立马收拾东西，我带你回南越，我们即刻启程。可是楚王的伤……哎呀，还管什么楚王？你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你的父亲和兄长定会跟我拼命的。我不回去，咱事情还没有办完，不能离开，至少现在还不能。
你就不怕谢元醒来找你的麻烦？行刺王爷，就算你是南越的公主，也是大罪呀！不会的，是谢渊将匕首拔出来，还跟我说不关我的事，他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的。那说不定是他诓你留下的缓兵之计，他醒来后必定找你秋后算账啊！你们萍水相逢，他的话你也信？我信。哎呀，行吧。楚王安然无恙之前，谢渊应该不会毒咱们。不过，你是不是看上谢渊了？王叔胡说什么呢？就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可能嫁给他。不见得吧，谢渊的那张脸还是很容易迷惑人的。哎，蓝颜祸水呀！早知道这样，我真不该答应带你来楚国。你要是远嫁，你父王还不得伤心死啊？王叔，你就放心吧，等我回了南越啊，我就招婿。真的？你醒了，你已经昏迷2日了。那皇兄那边？陛下那边，王叔在照顾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公主，能否赏我一杯茶呀？刺客那边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羌国的。你跟羌国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闹到互相刺杀的地步？前段时间我杀了羌国王子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想杀就杀了。那日你又为何替我遮盖？南越公主刺杀楚国永安王，可不是一件小事。要是处理不好，那就是生灵涂炭。我没有真的想杀你。我知道，那只是个意外，你也是被我连累了，所以我帮你掩盖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只是一瞬间，居然就猜到我的想法，还帮我隐瞒。如果当时他也像你一样，干净利落的一刀捅进我的心脏，该有多好。那这样他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痛苦。你明明已经有了苏清河，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？如今我已经不是沈兰子，这些问题毫无意义了。王爷伤口还未愈合，好好休养。王爷，苏清河逃了。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怎能在你们眼皮底下逃脱呀？是属下失职，府内出了奸细，这才让他逃脱。自己去领30军棍，3日之内把他找回来。是。公主不好奇吗？我为什么要抓一个女子，还要囚禁她？我没兴趣。那晚男子刺杀我的手法是沈家枪，那手法分明是由沈家枪演变而来。人在遇到危险时，下意识是骗不了人的。难道他真的是阿紫？就算有借尸还魂这一说，可阿紫与男子的性格差异也太大了。南越王和太子怎么没有发现？南农还是要上？难道真的是我想的？
公主，我们楚国最好的就是镇国寺了，你去那儿祈福呀，那是最好了。沈经被封王，苏清河被囚王，前人更是像变了一个人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不在府上好好养病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答应了耀圣前辈，要对公主贴身保护，自然是不能食言。你确定你这样能照顾我？公主，要试一试。你是在监视我？在下只是行地主之谊。走吧。不适合重伤未愈的人，况且有些晕，内不方便与主持。车夫掉头，我们去金月楼喝茶。公主初来京城，想不到把京城吃喝玩乐的地方都是打听得清楚。堂堂的王爷竟然在金月楼没有拿自己常年预留的包厢。本王甚少踏足这些地方。撒谎可不是君子。公主此前并不认识我，怎知本王是在撒谎？倒是公主第一次来这儿，就知道金月楼有留包厢的规矩，倒是让本王很是诧异。模样长得不错呀，不如跟本少爷回去做个姨娘，以后再也不用干这人前卖笑的活了。给人卖笑，总比回去伺候一条狗强。哪个贱人敢坏本少爷好事？哎呦，王爷安好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就滚。快走！这圣经的公子哥还真像地里的韭菜，一茬不如一茬。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句话是当年我与阿紫初见时他说的。姑娘真的是女中豪杰呀！之前言语多有得罪，不如请姑娘上楼共饮一杯，也好让在下赔罪了。你这朋友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想上去吗？不去。哪有空理这么多不认识的人？也好，京城还有许多有意思的朋友，带你逛逛。姑娘，在下镇南侯世子林烨，之前看到姑娘神似已故的萧兰侯，所以才有得罪，还请姑娘见谅。我从南越来，从未见过什么萧兰侯，我们两个长得有那么像吗？简直一模一样。这里人多嘈杂，不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叙。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啊？叫我南慈就好。那姑娘跟永安王的关系林烨，你逾矩了。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问候，你何必这么紧张呢？难道是心里有鬼？林世子自作多情了，我上来不过是想知道萧兰侯的事情，并非是与你做朋友。阿紫温柔懂事，绝不像这般雅贱嘴利。他果然不傻。林世子，若是你没有别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原来王爷喜欢这样的性子，怪不得当年阿紫对你百般呵护，都得不到你的欢心。林世子，若是你再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我就不奉陪了。永安王曾说过，萧兰侯是他的王妃，在他去世当日，皇帝已经亲自下旨让他们和。林烨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林公子，我愿闻其详。
当年阿慈嫁给永安王，可他却心系苏清河，不断的欺负阿慈，不但收了他的长枪，还让他学习琴棋书画，甚至要以王妃之礼迎娶苏清河，把阿慈的脸踩在脚下。竟有这样的事！听到这些，你都不生气吗？你如此为沈兰慈打抱不平，你是喜欢她？不是心系兰慈，只怪他遇人不淑，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一生。可当初沈兰慈受苦的时候，你也不过是冷眼旁观，现在要做出这副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是给谁看？我当时没有立场。你与永安王是好友，你为何不劝他？你事不关己的看着，又在沈兰慈死后哀怨叹息。谢渊他不是东西，你也是帮凶，谁也不比谁高贵。不过更愚蠢的还是沈兰慈，她的人蠢，爱的更蠢。如今的结果，不过是沈兰慈在为自己的愚蠢付出的代价。不，错的是我，不是他。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不关阿慈的事。现在说这些重要吗？沈兰慈已经死了，二位还是好好缅怀，感动自己，我就不奉陪了。当年阿慈走后，我确实很恨你。为什么你都得到了他却不珍惜？我一直苦苦想要的这个机会，却从来没有得到过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我不甘心，我替阿慈感觉到不值。他才走了几个月，你身边就出现了这样一位姑娘，却对他百般呵护，百依百顺。阿慈之前的努力都算什么？这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。你把她当做替身吗？我没有这样荒谬的想法。南姑娘身份特殊，待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告诉你的。不管是不是，我知道这次又输给你。林烨，阿慈是个好姑娘，她值得被所有人去爱，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并不会因此跟你生疏。南姑娘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不要等人死以后再来感动自己。你也放过自己吧，想想看，别让这个姑娘重蹈了阿慈的覆辙。当年的将军府，如今已经变成了镇北王府，也不知道哥哥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即便南越王对我是极好，可是我心中还是在牵挂哥哥。我如果将此事告诉大哥，他大约肯定是觉得我疯了。罢了，只要王叔能救哥哥，我们是否能相见已经不重要了。是莹莹。莹莹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听到阿慈的声音了。阿慈已经走了，你大概是太想他了。大哥，你躲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迷路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
好，一路的公主殿下，我们该回去用膳了。好，回去吧。王叔，下次你给他治病的时候，顺便把他咳嗽治好，每天听着怪烦人的。你倒挺会指挥的呀！我堂堂药圣，你用的比自家御医顺手啊！王叔，咱俩谁跟谁啊？不碍事，多谢公主关心。王爷，咳嗽是从何时开始？2个月前生了场怪病，平时无甚影响，只有变天时才会发作。2个多月前，不正是我去世的时候？哥哥谢渊、苏清河都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，看来我得去弄清楚。无碍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不出半月，必定药到病除。那多谢前辈。王爷，南四公主又逃跑了，去哪儿了？镇国寺。我来接你来了。当日我苦苦期盼谢月能够接我回家，如今他倒是来了，接的是南越公主，而不是永安王。见过住持了？见过了。施主不必纠结，你只是回到了你该回的位置。为何南越是我该回的地方？沈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今天丢三落四，才来的这么晚。无妨，今天来的晚，还可以在山中看到日落。大哥，莹莹，等等。大哥，夏姑娘。永安王，谢渊叫什么？大哥，他是被人夺舍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叫得这么亲密？永安王这么快就另寻新欢了？当初阿慈过世，王爷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，我还以为你要为了阿慈终身不娶呢。莹莹在说什么？谢渊痛不欲生？怎么会？夏姑娘误会了，这只是我的朋友，来京城游玩而已。那王爷的朋友还真多呀，刚没一个苏清河，又来一个，看来迎娶新王妃指日可待啊。莹莹，莫要胡言，他与阿紫已经和离了，他跟别人什么关系？跟我们沈家毫无关系。每逢初一15，他们都会去镇国寺为沈兰慈祈福。对了，镇北王跟夏姑娘已经定亲了，半年后就会大婚。大哥和莹莹还好，莹莹那么好，哥又是世间少有的伟岸男儿，他们能在一起，也算是了却了我的心事。我不认识他们，王爷与我说这个干什么？只是同公主闲话家常罢了。我来到京城不久，多次听到王爷提到苏清河的名字。你当初是因为他才负了沈兰慈吗？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，想不到你还是在意的，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吗？那个女人是个贼。那她偷了你什么东西？她偷了阿慈的东西。果然如此，当初谢渊被苏清河欺骗，认定我霸占了他的位置，如今一切转变，是因为他知道真相。可惜啊，一切都太迟了。王爷现在做的一切都不能抹去沈兰慈当时受到的苦楚。真的无法被原谅吗？当初那些伤痕已经深入了骨髓，如同在地狱中滚了一遭。凭什么你一句错语，我便要原谅你？死人
怎么开得了口说原谅呢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当时药圣南能来京城了，就是那个活死人周白骨的药圣。对，他现在就在永安王的别院里。若我去找他，药圣南能完结，他会答应的。哎呀，那沈大哥的病是不是有希望了？可别打扰人家。据说这药圣非疑难杂症不治，你这点病啊，要是快死了还差不多。王爷，夏姑娘求见。那公主呢？自昨日起，公主从未离开过别院半步。我去看看。永安王，听说药圣南农被你请到了京城，是真的吗？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我就问你，是不是真的？是。你想做什么？求永安王让我见一见药圣，我想求他医治沈大哥的腿。神经，怪不得他不惜暴露身份也要来京城，是为了他。药圣目前不在府中，待他回府，我定然会转告他。真的？那他会答应吗？无论他有什么条件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他。你放心，他一定会答应。好，那我等你消息。王爷，药圣从宫中回来了，等着请您用膳呢。药圣前辈，镇北王沈静早年双腿受伤，我想劳烦您去看看。南农的消息果然是他透露出去的。永安王这是把我当长工了呀！救完你王兄，还得救你前妻的大哥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吃个饭都吃不好啊？王叔，您真的不打算救他呀？与我毫无关系，我为何要救啊？因为我听说镇北王骁勇善战，为国为民，他是个好人，而且他受的伤也是为了百姓嘛。王叔，你就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爱国爱民的人多了，那人人都要我救，那我可忙不过来。那既然药圣前辈不愿意，明儿我去王府回绝了。永安王平时对王妃不都用情至深吗？沈将军已经是王妃在世的唯一的亲人了，您就这么不用心吗？前辈，只要您能治好沈静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在下一定办到。我什么都不缺，而且为了医治楚王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不想再多费心了。王叔，我就不瞒您了，其实我见过沈将军。你喜欢镇北王？那要是为了这段姻缘，我倒是可以破例一次。王叔，你说什么？沈将军是要成亲的人了。嗨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免谈了。怎么了，小楠楠？是不是想家了呀？那明日我便派人把你送回南岳。王叔，我就跟您说了吧，其实我进了京城以来，我一直在做一个梦，我梦到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她说她叫沈兰慈。你怎么从没跟我说过你做噩梦呢？哎呀，看来真不应该把你带来楚国。王叔，您还记得当初为什么我一直昏迷不醒吗？其实那段时间我一直梦到她，她跟我说她是我缺失的一缕残魂，当她死后我便能苏醒恢复正常。她还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她能让我恢复正常是有恩于我，若是我想报恩，就得照顾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也就是镇北王沈将军，若是不能，那就只能收回对我的福报了。竟然有这种事！所以当初我才跟着您来楚国。王叔，您要是真的想了解这段因果，那就只好救他了，
否则我肯定不能心无旁骛的回家嘛。这件事情我得好好思量思量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那自然是真的，不然永安王以为我为什么会知道？要知道，人死是不能复生的。我所有的猜测都是自以为是，是错的。既然没有什么解释的话，所有奇怪的举动都是因为被受了摧残或影响。真好，编了个半真半假的谎言，一次性解决2个麻烦。为什么感觉我心里空荡荡的，好像残缺了什么？王叔答应救治沈静，他很快就能痊愈，到时我就能回南越了。这么说来，确实好久都没有见太子哥哥和父王了，还挺想他们的。在城外的乞丐堆里找到的，找到时已经快要死了。他说想在临死前见王爷最后一面。不过一夜未见，怎么谢渊的脸色这么难看，像是得了什么重病一样？公主，这是要出去啊？随便逛逛啊。公主，苏清河快死了，你要跟我一起去看看吗？啊！原来他们刚才说的人是苏清河，他竟然要死了。可惜渊为什么要我一起？我想，或许阿慈会看到。原来他相信了我说的话，真把现在的南越公主当成了沈兰慈的残魂转世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好。想不到我与苏清河再次见面，竟然会是这样的场景。短短几个月，眼前人早已经不是当年名动京城的第一才女了。王爷，你终于来了！我承认，这件事我欺骗了你，但是我对你的情感从来没有半分虚假。谢渊，你愿和我欺骗你，可当初伤害沈兰慈的事情，桩桩件件都是你亲手做的，我从未逼迫过你。现在你有什么资格将一切都怪在我身上？有什么？是你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你回来是要找我报仇的。王妃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以为我会恨苏清河，可如今看到他的样子，一切早已过去。他已经疯了。疯了！我没疯，你们才是疯子！你还有你，你们全都是疯子！你们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谢渊，
爱而不自知，我用一个谎言欺骗那么久。是男子，当上王妃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，受尽委屈。你怕我的血脏了他，去自己打倒。谢渊，当初明明那么爱我，我从未爱过你。阿慈死后，我突然惊觉，我从未爱过苏清河，我无法报答苏清河的救命之恩。都是我以为自己背叛苏清河，爱上阿慈而觉得耻辱，所以我只能拒绝承认。我早就知道，我早就知道，你看我的眼神从来没有半分情意。我当初不该将你从一个带走。我后悔，我应该去找那传说中的幽灵兰花，我该救你的。王爷，人已经死了，拖出去造了吧。南子，你觉得我很恶心吗？因为我的愚蠢还有自私，白白葬送了2个女人的性命。我想回南岳了。你不等沈静的腿治好了？不等了，王叔会帮我的。他要是救不了沈静，父王和太子哥哥不会饶了他的。你的家人都对你很好吧？当然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家人。无论是沈静还是南越王父子，都给了我许多的爱，所以我再也不需要别人爱我了。当一个被宠爱的小姑娘，挺好的。只要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乖女儿，父王想死你了！父王，你怎么来了呀？父王听说你遭到刺杀，哪儿还坐得住啊？连夜就赶来了。放心吧，父王，这不没事吗？不用担心。见过南越王。永安王客气了，听说你救了小女，本王十分感激。还请南越王恕罪。其实那些刺客是冲我来的，连累了公主，我很抱歉。你怎么会招惹到刺客？不是，父王，那日永安王替我斩杀刺客，结果我误会了，刺了人家一刀，他现在伤口还未痊愈呢。
辛苦永安王了。永安王伤口还好吧？多谢南越王关心，本王的伤口已经无碍。那就好。父王，快坐。哥哥怎么没有来？我这次出来啊，除了看你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考验你哥哥。什么考验啊？你哥哥这个年纪，也应该学会独自处理朝政了。我像他这个年纪，都已经登基3年了。哦，父王说的极是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走错了吧？老二，你看什么呢？我昨天刚发出的信件，你今天就到了。你不会是学了什么瞬间移动的秘术吧？什么信件？我半个月前就出发了。哦，王兄，楠楠的这番话你相信吗？老二，我必须相信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从小在外学艺，难得回宫里一次，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，这里边牵扯了太多的事情。公主来我府上借兵，做的甜品却没有我的一份，这是否是有一些过河拆桥的嫌疑？秘方已经给陆枫了，你要想吃的话，让他给你做。我做的只能给父王和王叔。当年我与圣女青云相爱，先是在宫中生下阿离，随后又在游历九州的途中生下楠楠。在他出生后不久，我们遭遇了一场战争，楠楠也在战乱中丢失。男子公主竟然丢失过，难道和我长得这么像？难道真的是？孩子丢失以后，青云曾经占卜过，但始终没有孩子的下落。后来我们遇到了苦海大师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孩子生来就是为了还一笔债，所以才会离开我们。竟然有这种事！大师说，那孩子在23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死劫，会为拯救万千百姓而战死，待他死后便能转世回到我们身边。这不正是阿慈的结局吗？年龄也对得上。那我与青云爱的结晶，凭什么来这世界上连母爱都未曾享受过，就要那般悲壮的为别人死去，受尽苦楚？我和青云都无法接受。可是楠楠自小在宫中长大，这又是为何？那是因为后来青云研究灵族秘术，闭关1年后，抱着一个孩子出现。这个孩子不会哭也不会笑，但青云说，只要我们好好等着，楠楠很快就会回来。嫂嫂，这是以灵为界，练就了2重生，只要元神死去，魂魄就会进入下一个躯体，宛若重生。不错，那种逆天而行的法术等同于以命换命。没过多久，青云便去世了。他临死之前说，他不后悔，只让我好好等着我们女儿回来。这么说，我们的楠楠就是楚国的萧兰侯沈兰子。我知道楠楠在骗我，他还保留着以前的记忆，可我只能假装不知道。我想让他开开心心的活着，不要背着那般沉重的身世。没想到大哥心里一直这么苦啊！那我心爱的女人，拼命换来的女儿啊！父王、王叔，你们睡了吗？我给你们做了玫瑰冰，
哦，没事，进来吧。乖女儿真孝顺，不愧是父王最心爱的宝贝。那是当然，王叔。楠楠的手艺真不错，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家的臭小子。胡说，楠楠才不会嫁人呢！嫁人有什么好的？有谁能配得上我的女儿啊？父王说的对，我不嫁人，以后啊，天天陪着你。这才是我的乖女儿。有什么想问的，便问吧。我现在没有资格问了吗？沈老将军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，我从小跟着哥哥在军营里长大，然后遇见了你，再然后就发生了那么多事。我原以为这个世界上除了哥哥以外，没有人会爱我，原来是我不配。是我不配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蠢最坏的男人。都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不在乎了。我的母亲用她的生命为我换来的新生，我有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。还有父王、哥哥、王叔，还有好多人爱我。是啊，有很多人都爱着你，都希望你能过得开心，过得幸福。所以现在的我不会自怨自艾了。过去的我始终要放下，去迎接新的开始。你刚才说的过去，也包括我，对吗？谢渊，你我之间有了太多的牵扯，我累了，我不想继续牵扯下去。有爱才有恨，我已经不恨你了。这样，我哪还有资格让你恨我？是我不配。我们都要朝前看，过几日我便要回南岳了。也许这一别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保重。好，你也保重。这楚国的京城果然繁荣啊，只不过比起咱们南越还是差那么一点。那当然了，父王英明神武，当然比不过您了。只可惜啊，你王叔要去给沈清看腿，还要进宫为楚王清除余毒，实在没时间陪我们。对了，你王叔说沈清的伤快好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呀？沈将军的腿治好后也即将成亲了，他的生活幸福我就不打扰了。没事儿，你还有父王和哥哥，等楚国事情结束了咱们就回去。好。这杯酒朕要多谢南越王与耀圣前辈的救命之恩，父王客气了。楚国与南越乃是故交，日后还欢迎楚王和永安王经常到南越做客。是啊，两国常来常往，对两国百姓来说也是幸事。一定。
这个弟弟关键时刻还得朕亲自出马。南慈公主近日在楚国可玩得开心啊，不妨再多留几日，再四处看看。我们楚国还有不少的风景绝佳之地呀。多谢陛下好意，我已经跟父王打算3日后启程回南越了。陛下这是来找永安王，他在隔壁的铃兰院里。他不在家，朕今早亲自下的调令，让他去城外办事了。那您这是？南慈公主，朕有话要单独对你说。谢玄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有什么还要特意调开谢渊，单独来找我？南慈公主，你跟朕来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臭小子真没骗我，果然现在是改好了。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以前这间屋子充斥着大量的血腥之气，如今清香扑鼻，这岂不是改好了吗？血腥之气？为什么？这条鞭子已经被鲜血染红了，之前这上面布满了豆刺，如今也都已经磨平了。陛下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墙上挂着都是沈兰慈的画像，全是谢渊亲手画的。不止这里，永安王府的所有屋子皆是如此啊！所以，怎么你们楚国的王爷这么难当啊？怎么身上这么多伤？所以这里是？没错，这里就是谢渊的刑罚堂。当日阿慈走后，谢渊痛不欲生，自跪于阿慈墓前。所以他们说永安王殉情，在我坟前自尽是真的。不止为了替阿慈报仇，他深夜潜入驿馆，杀了羌国王子。自此之后，羌国接连派来刺客，厮杀于他。你跟羌国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闹到互相刺杀的地步？前段时间我杀了羌国王子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想杀就杀了。他竟然是为了我。之后，谢渊就常住于铃兰院，不愿外出，也不愿见人。过了没多久，朕得到了暗卫的回禀，若是听到有人说一句阿慈的不好，谢渊便要与人拼命啊！整个京城都在传言，永安王疯了。若不是朕中毒，朝中无人主持大局，怕是他早已将自己折磨致死啊！我知道他做错了，不该被原谅。可是朕作为哥哥，怎能忍心看着亲弟弟去死呢？有你在，
才能看到生的希望。阿紫，不能失去这个弟弟，拜托你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谢渊，明日我便要回南岳了。不会再回来了，是吗？回来干什么？楚国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？申界与夏阳成亲，你不回来吗？若是我死了，你会不会想见我最后一面呢？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不能留下吗？我带给他的痛苦已经太多了，不能再惹怒他了。确实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山高路远，一路保重。我已经见过陛下了，他跟我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。可是谢渊，我还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原谅你，甚至是忘掉那些事。我从来没有奢求过你原谅我。等我回了南岳，我会再出来游历九州。不过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身边没有侍卫，确实有些危险。没错，你出行一定要记得多带些护卫。南岳确实没有什么好的侍卫。我看你的小身板不错嘛，要不我给你个赎罪的机会，在我身边做个小侍卫。